洪思祥又提到了太后对于范闲在江南的那场嫡长子与遗嘱哪个更有继承权的官司非常不满。庆帝感到厌烦，阻止了洪思祥继续说下去。庆帝当然知道，又是长公主跑到后宫去打小报告，而另一边的范闲很想把秦家给干倒，但是最终选择隐忍。一是确实没有铁证能证明山谷刺杀是秦家所为，二是陈萍萍让他隐忍，不要坏了他多年设计的大局。秦家的没落只是时间问题，自己不出手，看着秦家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何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是此次监察院那么多兄弟为保护范闲而死，范闲决定要拉些人为死去的兄弟陪葬，而范闲环顾京都，二皇子李承则、太子李承乾、长公主李云瑞、言官的督察院还有军方的枢密院全部都是自己的敌人，所以想借助此次机会闭着眼睛乱杀一通，反正前后左右都是敌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改变了范闲的想法，让范闲直接决定不惜要杀敌1000，自损800，也要铲除二皇子和长公主的根基，那就是朝堂上庆帝的一个举动，还有私下里庆帝和范闲的一次谈话。京都郊外山谷伏击案的后续在朝堂上蔓延着，上朝的文武百官明显感觉到庆帝脸上的杀气，因为范闲此次江南之行的功绩实在太大，去年的洪涝灾害，今年的雪灾，在国库空虚、内库被掏空的情况下，范闲以一己之力，不仅帮庆帝解了内库的债务危机，同时安抚了受灾的民众，为庆帝赚取了名声，更不用说兵不血刃重整了胶州水师。但是范闲在京都的眼皮底下遭到了堪比攻城拔寨的伏击，到目前为止，除了守城车弩外，竟然没有丝毫进展。庆帝准备召回镇守定州的叶崇回京，明面上是让叶仲解释下叶家的军用器材为何会出现在京都郊外，实则是在为那件事情做准备。另外一件事，庆帝准备召见京城14君子，其中大家熟悉的有监察院的严冰云、京都守备秦桓、督察院左都御史贺宗伟，还有只闻其名不知其人的范门4子之一的程嘉林。范闲从中看出了庆帝对老的官员派系不满，准备扶持新人的同时对老的派系大换血，所以范闲准备大动干戈。在这之前安排了3件事，一是让监察院调查14君子的底细，二是让严冰云想方设法找出监察院的内鬼，既然陈萍萍不主动告诉自己，自己就暗中去查。三是让严冰云做好擦屁股的准备，哪怕严冰云极力劝阻，范闲也要大开杀戒。他先是让监察院放出告示，大概内容是：13郎啊，你是不是饿得慌？如果你饿得慌，对那姑娘讲，姑娘们为你做面汤。这里的姑娘暗指抱月楼，也特指桑文姑娘。王13郎在后期的戏份非常多，甚至比严冰云的戏份还要多，但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画面，我就简单介绍下。王13郎，东夷城大宗师，四顾剑关门弟子，剑炉排行13，原名王熙，具有拼命13郎的性情，被范闲称呼为王13郎，受四顾剑之命前来想与范闲保持友好关系。范闲提出了一个合作前提，就是杀掉燕小乙的儿子燕独慎。但是王13郎这人性格很直很纯，做事光明磊落，偏生做人又悲天悯人，他确实不喜欢杀人，自从东夷城出来后，手里就没有沾过血。他怜惜世人，尊重生命，哪怕在范闲的强制压迫下，也没有办法真的去杀一个与自己并无仇怨的人，但是总要完成师傅交给他的任务，也为了那句只有范闲可以让天下安宁，所以孤身一人独闯京都守备，准备刺杀小剑哥。而小剑哥并非等闲之辈，很小的时候就被燕小乙送入军中，就如他的真名燕独慎，没有多少朋友，踽踽独行，只有一批自己特训出来的弓箭手。之前带着这批下属，把庆辽二祭司给嘎掉了。他坚信父亲燕小乙说的武器的有效距离长短决定生死一线，他坚信天下间没有人能逃得过他蓄势待发的剑。而这一天，王13郎来了，他刺杀前自报身份，奉命前来杀你，非我所愿，我不一定要杀你。如果你放下武器跟我走，不再参合庙堂之争，自废武功，断了与世间的联系，让世人以为你死了，我就不用杀你。回答王13郎的是小剑哥的连发7剑，这是小剑哥一生中最登峰造极的7剑，哪怕是范闲来了也躲不过。可惜王13郎压根就没有躲，连中6剑，用最后一剑刺穿了燕独慎的心脏。小剑哥在临死之前抓住了13郎腰间的玉佩，而这就是王13郎故意帮范闲洗脱嫌疑提前准备的。而事后得知消息的范闲感叹13郎的勇猛之余，不忘骂一声蠢货也。如果是他，哪有小剑哥出手的机会？而范闲那边真正的杀局也准备就绪。你倒轻松啊！陛下真要砍我的头，我也不能当饿死鬼啊！范闲自雪谷被刺杀后一直在家养伤，今日终于要觐见陛下。自从大皇子李成儒接任大内禁军统领后，皇宫的守卫就固若金汤。而范闲此次入朝是李成儒亲自迎接的。李成儒跟范闲说：“何必这么急着进宫？陛下又没有特意召见。”范闲称今晚要在抱月楼请客，客人囊括了朝中最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几位皇子。大皇子李成儒的请柬是北齐大公主接的，所以还不知情。
范闲说自己既然有闲情雅致请客，却不赶紧入京述职，怕被人冠上欺君罔上的罪名。李成儒则称应该叫大皇妃或者嫂子，怎么还叫大公主？范闲反驳道：大皇妃叫着别扭，总会让人想起叶灵儿是二皇妃，毕竟叶灵儿是自己的徒弟，喊嫂子更加不行了。自己姓范又不姓李，李成儒当然知道范闲目前还不想承认自己的身份，就如当初去往江南前，故意说给各位皇子想要入范家祠堂。大皇子知道范闲的心思，随后故意岔开话题说燕小乙的儿子死了。范闲脸露亚色，装作刚刚听说。李成儒继续说道：现场唯一的证据就是代表东夷城四顾剑身份的玉佩，燕小乙不认为是四顾剑出的手，因为刺杀之人也受了伤，显然只是个九品身手。燕小乙也不认为是范闲亲自动的手，以他对范闲的了解，如果是范闲出手，绝不会选择正面硬刚，只会暗地里使绊子杀人不见血。但是燕小乙知道，一定和范闲有关。李成儒提醒范闲，不管和你有没有关系，燕小乙都会把这笔账算在你的头上。见范闲不搭理他，接着说起京都守备被刺客袭击，刺客未免太张狂了点。范闲讥讽之前还有人用手乘车弩射服自己，谁更加放肆一点？李成儒知道范闲心中怨气未消，让他晚上的宴席悠着点，毕竟在皇城很多人都看着。范闲对这位大皇兄表明，这是场鸿门宴，自己不在乎名声，接下来就是要撕破脸皮，把他们彻底打垮。如果过了今晚之后，他们能够收敛老实做人，自己就会收手，不再对他们出手。如果还是死缠烂打，那么他就会不死不休，死战到底。画面一转，御书房内，庆得看见他鬼头鬼脑的样子，随后问道：伤势怎么样了？范闲恭敬回复：伤势已无大碍。范闲知道陛下肯定已经知道燕小乙儿子身死的消息，既然陛下没提，那么他自然不会自找麻烦。庆帝随后说：年前主你去江南，一是想要你拿回你母亲的内裤，二是想磨砺你提拔你，只是未免苦了你。庆帝能说出如此柔软的话，范闲很是意外，赶紧说是自己心甘情愿去的。江南风景好，我一直很想去看看。庆帝有些高兴，因为范闲终于不再自称臣，而是称我了。每次两人谈话都是这样，先有君臣，再到老少，再至父子情，从不言明，却彼此心知肚明。庆帝称范闲在江南做得很好，他很是欣慰。范闲心想，你当然欣慰了，我范闲如今是你手中的一把利刃，基本上把朝廷内外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了，俨然被你挥刀成了孤臣。江南的事务并没有占据两人太多的时间，倒是庆帝特别在意范闲回儋州省亲之行，问得很是详细，就连范闲为了一个叫冬儿的丫鬟，把一个官家子弟给打了，踹的那个小子半年下不了床。范闲先是震惊身边究竟有多少陛下的眼线，就连这点小事都被发现，但还是倔强地说道：陛下说的很有道理，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要踹下去。庆帝摆手说道：你爱踹就踹，只是胡闹要有个度，别太过头就行。范闲察觉庆帝话中别有深意，便没有接话，而庆帝想着却是这小子为了一个被赶出府的丫鬟都这么记仇，自己几个儿子那样对他，想要让他咽下这口气，恐怕很难做到。当然庆帝可以直接开口让范闲得饶人处且饶人，但是庆帝不愿意放下身段那样做。庆帝问范闲：听说你晚上要请客？范闲心想，果然所有事情都瞒不住陛下。躬身回答：是的，离京快1年了，有好些人都没有见到，借着这个机会大家聚一聚。庆帝对着范闲说：还是先前那句话，胡闹可以，但是要有个度，朕就这么几个儿子，你们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只要不闹到一发不可收拾，我绝不插手。你的心思我明白，放手去做吧。范闲一惊，难道庆帝看透了自己的心思，知道了自己今天晚上想要做的事？庆帝告诉范闲，山谷的那场伏击，朕会给你交代。年轻人看事情的眼光要放得长远些，不要在意眼前的得失。范闲连连称是，直到庆帝说出那句：来年朕会找个时间去江南看一看，看你在江南为朕打理的内库粮仓。范闲赫然抬头，带着震惊看着庆帝皇帝，这是准备出巡。范闲知道庆帝自那件事后已经10几年没有离开京都了，如今京都各方势力又蠢蠢欲动，在这节骨眼上，庆帝竟然要出巡。范闲想不明白庆帝想要做什么，竭力阻止庆帝三思，但是庆帝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朕意已决，朕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朕手握天下，几个跳梁小丑还不放在他眼里。朕也是想要去儋州看看母妈，多年未见，甚是想念。开年后你再次去往江南，记得安排好路线，朕的出行需要隐秘。庆帝最后看着他严肃地说道：先前说的话你都记住了。范闲知道庆帝说的是今晚的宴会，范闲温和地应道：臣有分寸。殊不知就因为庆帝今天的对话，让范闲把家宴做成了鸿门宴，不惜要动摇监察院的根基，也要铲除二皇子李承泽和长公主李云瑞的势力。京都那么多人，每天都有人死，你敢当着这么多人杀我啊？这绝对是范闲和李承泽闹得最僵的一次，也预示着李承泽和范闲彻底的决裂。
只因庆帝在各方势力暗潮涌动的时候，对范闲说准备微服私访出巡江南。范闲为了避免天下生民被卷入战乱之中，民不聊生，不惜动摇了监察院的根基，也要拔除二皇子李承则潜伏在京都的所有势力和长公主最得力的战将。事后更是被庆帝让最恶心人的督察院左都御史贺宗伟坐镇监察院监察院里诸般事宜。而造成如此局面的，就是范闲亲自主导的范氏鸿门宴。抱月楼今日停业，已经提前和京都府衙报备过，抱月楼的整条街被封锁，京都府和监察院一处亲自看守，防卫森严。只因今晚的抱月楼聚集了太多的大人物，有军方枢密院左右副使、京都守备的秦桓、太常寺的新奇物、礼部、吏部、大理寺众官员皆汇聚于此。更不要说几位皇子今日全部都会到场。首先到场的是什么章程的李承乾，他的出场总是中规中矩，气派十足。参见太子殿下，家宴你们就不用跟着了。与太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皇子李承则，没有牌面的座驾，也没有层层护卫相护，只牵着二皇妃叶灵儿的手徒步而来。这位民间传言与范闲长得极像，就连气质和性格都宛若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李承则，却偏偏走到了范闲的对立面。无论是范闲出入京都，还是远赴北齐，亦或者范闲下江南，明面上暗地里博弈，多次成了生死之敌。进入大厅的李承则趋于礼仪，和太子首先打了招呼：“见过太子殿下。”哎，二哥不必多礼。哦，没行礼啊。先是无视了太子，随后挑眉和大皇子打了招呼。如此随性的性格，像极了范闲，众人落座。太子对于二皇子让自己丢了面子也没有在意，给人一种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度量。随后就是各位皇子之间的商业互吹，伴随一些唇枪舌剑、明夸暗讽的伎俩。再后就是老大李成儒的立场比较鲜明，哪也不帮，哪也不劝，默默地在一边喝酒看戏。太子李承乾和二皇子针锋相对后，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也在一边看着老二李承则和范闲明争暗斗。既然是鸿门宴，这边只是一处无硝烟的战场，而另一边就苦了严冰云和监察院。只因今晚的任务十分巨大，虽然是严冰云亲自拟定的计划，但是他自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太过疯狂，范闲负责发疯，自己还要为范闲擦屁股。今晚总共需要杀11个人，抓32个人，其中有李承则手下的8大将，虽然之前死了范无咎，但是还有谢必安等7位。今夜将无一生还屠戮殆尽。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势力陆续得到了消息，京都都闹成这个样子了。太子知道接下来是范闲和李承则的对台戏，识趣的准备离开。离开之前和范闲说了一句，当年的问题不应该成为他们俩之间的问题。范闲当然知道这个问题不是太子和范闲的小打小闹，而是太子的母亲皇后杀了范闲的母亲叶青梅的问题。但范闲并不相信太子所说的话，只因太子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除掉皇后。太子走后，二皇子李承则开始和范闲互飙。李承则认为范闲是不是怕了，这么明目张胆地清除自己的势力？范闲说那是当然，山谷伏击都动用了军队的力量，自己能不怕吗？李承则很认真地说，这场伏击和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范闲又提及牛栏山刺杀，李承则愤怒地说，为什么牛栏街刺杀是他们俩永远过不去的坎，死的只不过是一个护卫而已。范闲回答，人人都说你和我很像，但那只不过是一个表象，至少对于人性的看待，你和我有天差地别。李承则表态自己已经一再退让，为何不放过自己？范闲称，既然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既然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敌人想要自己死，那就干脆闭着眼睛乱砍一通，况且今晚杀的又不是你二皇子一家。李承则说，你这样做是四面树敌，是在自毁根基。说范闲独掌执法权，财政大权，又有文坛文运加身，这是在自取灭亡。陛下不会容忍你这样的人存在于世。这一点范闲认为李承则说的没错，所以他也乘此机会自削权柄。范闲沉默了许久，说，殿下是皇子，心在争夺天下，而我只是一个臣子，只想保住自身和家族。李承则打断范闲，不知为何你一直回避自己皇室血脉的问题，但是你扪心自问，如果没有这层血脉，你岂能活到今日，又岂能获得如此权力？二皇子诚恳地说，你的权力都是陛下给的，你不敢杀本王，因为杀我的后果你承担不起。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虚名和权力，但我知道你在乎你背后的家人，你身边的朋友，你怕他们被株连。既然我都能猜出这些，你何必不选择放手？范闲默不作声。李承则继续说，以你现在的声望，你是陛下的儿子，你是婉儿的老公，你是监察院的提司，你是内库的执掌者，你还是北齐皇室的座上宾，以你如今的地位，谁会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去为难你？范闲的眉头皱了起来，手指摸索着酒杯，缓缓道，殿下和我并不是一路人，1年前在大街上就和你说过，如果你不放手，我就会打到你放手。而且我如今有这个实力，如今你身边的8大将，你再也看不到，这就是实力的证明。想到自己身边的得力干将全部被抹杀，二皇子终于失态，我为何要放手？范闲告诉李承则，长公主李云瑞给你下的毒，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当初的话依然有效，
殿下何时与长公主保持距离不再联系？本官许诺保你荣华富贵一世平安。二皇子认真地盯着范闲，这不就是陛下惯用的伎俩？就凭你掌握的监察院和内库？范闲摇头说：不凭什么，只是我欠婉儿一个承诺，欠徒弟一个人情。今夜一番动作，我便是要拔除殿下的势力，将你从这场乱局中给彻底打出来。李承则想到今夜遭到的巨大损失，有些失心疯地说：为什么单单针对我？父皇又不止我一个儿子，而且你也是皇子。范闲回答：我只是一位臣子，并没有一丝欲望。再过几天你就知道我的决定。至于其他的皇子，大皇子早就置身事外，三皇子是我的学生，如果他动了欲望，我会让他知道死字怎么写，所以我会尽一切力量来阻止那件事情的发生。二皇子心中万念俱灰。范闲最后提醒李承则一点：陛下春秋正盛，不要动那个位置的心思。不得不说，范闲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说客，他本意是想把李承则拖出泥潭，却成功的把李承则逼上了绝路。而范闲今晚的局还没有结束，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敌人才是生死在一念之间，让他不惜带上了那个箱子。范闲终于拿出了他的秘密武器，组装完成之后，精心调试着巴雷特的性能，只因他要对付的是当今天下远程攻击之王燕小乙。范闲利用抱月楼摆了一桌鸿门宴，牵制住了京都所有人的目光，随后调集了监察院所有的有生力量，杀了二皇子李承则的8大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制造范闲身边无人守护，引诱燕小乙对自己出手。范闲今天的所为是疯狂地逼着燕小乙也跟着疯狂起来，可范闲小觑了燕小乙的警觉性。论天下，无论是听觉还是视觉，燕小乙都是出类拔萃的那个人。燕小乙在追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隐藏在暗处的杀机，于是定住身形，居高临下满月拉弓环视四周。范闲虽然带了重狙，但是他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所以范闲也在等燕小乙露出破绽的那一刻。殊不知破绽没有等到，等来的却是洪四祥的到来，这也预示着庆帝强行插手干预此局。范闲不明白庆帝为什么搅局，因为范闲这是在帮庆帝清除庆国可能动乱的根源。这是范闲今天布局的第一次失算，而范闲的第二次失算却是因为陈萍萍。次日清晨，朱雀街庆丰包子铺，范闲等来了严冰云。严冰云回报名单上要杀的人都杀了，该抓的也抓了，唯独长公主麾下的一名谋士没有死，有人及时给解了毒，保住了性命。严冰云猜测是当年诸葛的势力还留有漏网之鱼，范闲则认为是陈萍萍让袁宏道去解的，因为陈萍萍想要天下的局势越乱越好，他想要看看庆帝的底牌究竟是什么。范闲问严冰云对于洪公公突然出现怎么看，严冰云猜测是范闲此次布局越过了庆帝的底线，也许庆帝不想镇北大都督阵亡，也可能对于你杀掉燕小乙没有太大的信心，担心你安危，所以才让洪公公插手此局。严冰云提醒范闲，这次得罪的势力太多，明天的朝会必然会被群起而攻之。范闲谈起前些日子庆帝召见了京城14君子，意在表明陛下想要剥夺一些人的权利，监察院也不例外。范闲称自己就是要在被萧权前扫出一些人，这场布局为朝堂腾出了不少位置，正好给陛下安插新人，相当于我们在为陛下做事，即使自己事后被问责，陛下总要承我的情。第二日大朝会，上朝的文武百官对自己避而远之，仿佛自己就是个洪荒猛兽。范闲也乐得清静。入殿后，范闲依旧如往常一样站在队列的最后面，也许是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面对言官的参奏，哪怕是军方的枢密院都加入进来攻击他，范闲依旧休闲自得，偶尔还会露出一丝嘲讽。庆帝看着不悦，不出意外地削了监察院的权力，并要求监察院日后抓人后不得私自处决，必须上报给大理寺。随后以山谷伏击案为由，把秦桓调离了京都守备，又撤销了一批官员，涉及礼部、吏部、兵部，然后把14君子全部安插进去。在场的官员终于意识到，昨日的京都动荡乃是庆帝默许的，军方的枢密院也不敢反驳，毕竟山谷伏击案一旦深究下去，枢密院估计得大换血。随后又让督察院言官左都御史贺宗伟坐镇监察院，监督监察院诸般事宜。范闲终于动怒，萧权范闲能忍，这本来就是在意料之内，但是让贺宗伟来监察监察院，范闲不能忍。范闲罕见的强烈反对，甚至直接提出撂挑子不干，准备辞官回家。庆帝不明白为何范闲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范闲当然不会表明真意，只是回答不喜欢贺宗伟这个人，看着他小人得志的模样，觉得恶心。舒大学士听范闲准备辞去监察院官职，顿时来了兴致。他早就觊觎范闲的文学造诣，想要范闲入驻太学任教，从队伍中站出来觐见，还没说2句就被庆帝狠狠地给瞪了回去。随后庆帝没有再提御史入驻监察院的事，开始表彰范闲在江南的功绩，最后封范闲为淡伯公，乃是3等公爵，比范建的爵位还要高。在场的官员虽然觉得荒唐，但是想到范闲的身世，想来是陛下给这个私生子的补偿，既然是皇族家事，他们也不好谏言。
大朝会后，范闲再次被叫入了御书房。庆帝很欣慰范闲能为他着想，昨晚做的事情很不错。范闲回答：“大河还未决堤，我先把水引走，是消除隐患，避免天下苍生陷于生灵涂炭。”庆帝说：“燕小以战事不能杀，这就是我派洪思祥去插手的原因。你有没有想过，哪怕这次水被你抽干了，可是日后新的水重新注入，必然会来势更加凶猛。谁知道到时会不会冲垮大坝，导致决堤？所以朕很想看看。”这次洪流爆发之时，究竟这波洪水会顺流而下，还是会无情地向朕这道大堤冲来？朕这一生历经百战，从未退缩，打下了如今的江山社稷。如今朕所图不过2件事：一是天下一统，二是后世传承。朕不将他们的心看得清清楚楚，如何能放手去打天下？如何能安心去传位给谁？你不要再妄动，陪着朕看一看，到底他们能翻起多大的风浪。范闲知道庆帝给自己册封淡泊宫的意图，就是想要自己不要再折腾，陪着他看下去。范闲不知道庆帝底气来自何处，却是敬佩陛下的胆魄。范闲不知庆帝的决策是否正确，但是感叹庆帝对自己够狠，破而后立。庆帝这是想要开辟新的天地，重整秩序。庆帝是想要一次性把不安分的因素全部根除，此等气魄舍他其谁？殿上那份贪官名册，真是监察院查出来的？这还能有假？我猜，那名单上的人，不是监察院主动想查，而是小范大人提纲挈领，亲自选出来的。殿下真聪明。认了。为何不认？为国除奸不分你我。我个人的些许努力，也不过是监察院荣誉的一部分。那名单上的都是我门下，你这也太会挑了。您门下？殿下恕罪。您也知道，我在京都时日不长，我斗胆问一句：这6部9寺各道府衙，您个人门下？究竟算是隶属哪个部门？什么编制啊？私人交往，只是朋友。哼，那就没事。殿下放心，交友不慎，不违国法。那我可太欣慰了。殿下以后注意。我马车在前面，陪我走一段。没问题。走路嘛，也不违法。凭良心说啊，自打你来到京都，我对你一直是欣赏有加，乃至掏心掏肺。凭什么？那俩字儿没听清楚。哪怕到如今这步田地，我依然能再退一步。名册上那些，查就查了。我希望呢，到此为止。做人嘛，别太过分。天下这句“别太过分”可就太过分了。怎么查到哪儿那是国法，可不能讨价还价。不信你去问问督察院那些御史。我人往死了逼，又没犯法，你怕什么？我不怕死。你可真勇敢。京都城内谁都会死，但不是我。殿下慎言，老活着不死的，可都长了壳。小范大人如今自然是意气风发，遵纪守法，自然活得踏实。就是在京都待的时间不长，有时候待久了，人脉总会多些。殿下说的对啊，来得晚，
没人脉。不过好在范某总有些职务在身，怎么看也不是孤身一人。我知道你送范思哲北上，殿下什么都知道。你也太狠心，天寒地冻的，怎么忍心送自家弟弟去北齐受苦？我这个人心软，见不得兄弟离散，因此就派人跟了过去。算算时间，这会儿也该把人接回来了。殿下重感情，要是交朋友再小心些，就完美了。我马车在前面，你呢就别送了，等思哲回来再聚。好走，来日方长。思哲傻眼眼真被他们抓回来，那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叶安，在。你说的没错，什么？是得有个回应，不能示弱。该怎么做？听说抱月楼出了命案，暴玉？没有啊。这不才听说吗？属下明白了。照名册查下来啊，京都之内钱财有问题的官吏，着实不少啊。都是蠹虫，全都该杀！真查吗？现在看这一串查下来，多少都与二殿下有所往来。皇子而已。身为御史，就该有连地下也敢参的气魄。查，往深里查，要让陛下看看，不光是他们监察院会做事情。出命案了！出命案了！出命案了！哪里？上下青楼，叫抱月楼，有人在门口打死了楼内的一名歌妓。那是清都府的事，与我们无关。抱月楼的管事不见了，但是留了封信给京都府，说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范思哲。范思哲，范建的儿子，范闲的弟弟。范家开青楼，据说是逼良为娼。那个歌妓，她的死或许就跟这有关系。京都府查了吗？不只是京都府，范闲也亲自去了。范闲，
他这是要干扰京都府办案呐！大人，这人就是被活活打死的，周围很多人都看见了，仵作正往这儿赶呢，死因应该不会有偏差。还有，圆梦不见了，京都府正在查。大人，那个圆梦留了封信，说这抱月楼的东家就是范思哲，而且楼里边逼良为娼，时常打骂。这个信一样的还给京都府送了一份。死者是谁？是楼里的歌妓。这是金家姑娘，她怎么还在抱月楼？我不是给她卖身契让她回家吗？大人，但凡这姑娘进了这种地方，她一辈子都要打上青楼的烙印。再说老金头已经没了，这姑娘她哪儿还有家呀？凶手，这是故意选的。大人，目睹行凶过程的护院说，那3个人进了院内，未曾询问，也未曾拣选，只是第一眼看见这位金姑娘就动手了，直到活活打死，也没问过她究竟是谁。这都是随便挑的。或许他们根本不在乎死的是谁吧。就在那个地方。凶手呢？大人，他们行凶之后就离开了，行踪我们正在追查。别让凶手出京都。大人放心，绝对不让这些凶手逃出升天。老王，我不是让人守住抱月楼，禁止有人进出吗？守了，大人。杀人者身手过人，他们就是想让这事儿跟您扯上关系，咱是防不胜防啊。因为在他们眼里，人命就跟草芥一样，死的是谁都一样。老天都看不下去了。邓子越，全力追捕圆梦。是。撕开青楼，这本来就坏了朝官和读书人的名声，又逼良为娼，闹出命案，天理难容。我这就写折子。参范思哲，不仅是范思哲，还有范建、范闲，范家的人做出此等事情来，必须得有一个交代。这会儿还在查贪腐，已经不少人牵扯进去，难道还要拉上范家？就差拜官，职责所在，管他是谁，绝不退缩。终于雨停了，最烦下雨天。对了，那死了的歌妓叫什么名字？这我还真不知道，要不我去查查。算了，无所谓的。谁会记得？你说，这下一场雨，
会死多少蚂蚁？殿下，都安排好了，那3名凶犯落网之时，才是范闲真正的没落。范兄，世子怎么来了？我向天发誓，我真的不知道圆梦去了哪里，我与此事也当真无关。放心，我会好好查，不会冤枉人。范兄，我知道你在追查此案，能不能麻烦你不要把我和圆梦的关系说出去？毕竟牵连人命，与名声有碍。范兄，你等一下，你也帮我跟若若说一声，自从赐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圆梦。世子，别再跟着老二了。啊！我不希望有一天亲手拿你。您找我？包月楼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范闲惹祸，连累家里了。哎呀，一家人说什么连累呀？没做错事的人，无需致歉。不过您放心，范思哲送走的及时，包月楼这事儿啊，绝对跟他扯不上关系。人家要斗的可不是范思哲。是。督察员赖明成又准备上折子了。应该的。不生气？督察院这些御史，其实人还不错，应该可以做朋友。这次备参，你打算如何应对呢？不做应对，查到凶犯之前，暂不上朝。于理不合。爹，你信得过我吗？对范闲的事儿，你怎么看啊？说实话，陛下是说包月楼一事？随便。啊，儿臣以为此事有些许蹊跷。这朝堂之上正在查贪，恰巧在这时蹦出来包月楼一事，在儿臣看来，有点像是栽赃陷害啊！朕听不见。儿臣以为是栽赃陷害。你真的这么认为？那天在殿上为赖明成摇旗呐喊的都是你的门下，为什么？陛下，儿臣发誓，此事儿臣并不知晓啊！这么点小事给你慌成这个样子，来，坐。谢陛下。坐稳当了吗？好。记着，今后遇事要稳当，做人要稳当，做太子更需要稳当。听明白了吗？
装不明白是吧？去，回去问你娘。陛下让你来看我。是。但即便陛下不说，儿臣也想来探望母后。其实你来不来看我，陛下根本不在意。在陛下心里，我这个皇后，怕是连模样也记不清了。他让你来，是怕你没听懂。说说吧，他都跟你讲了些什么？这还能说什么？范家父子一起染病，这鬼话谁能相信？是没人信，可人家说了染了病，这不能逼着上朝啊！这要传出去，倒显得我们太蛮横了。那范思哲呢？说不在京都，去哪儿了？问清楚，抓回来审。不知道去哪儿了。范家父子染病，不见客啊！我就不相信他们会一直病下去。那如今该怎么办？等吧。毕竟抱月楼命案的凶犯还没有落网。这段日子继续查贪腐，范家和贪官一个也不放过。是，大人。抱月楼的事，民间已经传开了。此时猜疑范家的人确实不少，只是这范闲毕竟有诗仙之名，也有不少人猜测此事另有隐情。会写诗可真好。凶犯是不是应该落网？不急，这么快落网，太刻意。范家这会儿全家高病，不见客不上班，这事儿总不能一直拖下去。是想拖到抓到凶手吗？可染病了，得治。治病？请太医院最好的太医，走趟范府，给瞧瞧。会不会不见？染病了就不见医，听着有点不太合情理。若是查了无病，那便是欺君。我去办。你保范家做什么？他有说过要投入你门下？那倒没有，但毕竟是跟二哥作对。那就让他们去斗，你安心看着就好，何必亲自下场？毕竟也算同盟，所以他才那么说的。让你给个态度，是要让你看清楚他们争斗的细节；让你坐稳些，是让你哪怕看清了，也别胡乱下场，冷眼旁观，瞧他们争，超然于物外，方能以身化天机。他是在教你怎么做太子。一定要让人猜，就不能直说。天子之心，远深难测。至于在朝上替赖明成摇旗呐喊，其实陛下知道，那不是我安排的，他只是想再确认一下罢了。那能是谁？毕竟范闲是林相未来女婿。林若甫，你猜到了？我知道，陛下也知道。刚才陛下的那番提点，其实你都听懂了，根本没必要来问我。听听母后教诲，
儿臣心里还是高兴的。既然听懂了，还故作愚钝。母后，做太子的，愚钝不就是聪慧吗？是太子，更是夫子。其实你很像他。误伤其类。这词儿怎么能用在这儿呢？依我看，这词早晚得用上。难为你了。儿臣乃太子，坐镇东宫，万众敬仰，兄弟极限，何谈难为啊！哎，老大，哎，来一个，别客气啊！大人做的这点心啊，人间美味啊！来来来，烫啊！嘿，我家爸爸最爱啊！来来来，坐坐坐这吃。客气客气，不用不用。来来来来来，又坐坐。哎，怎么不吃啊？热着好吃。啊，大人，这不是现下正当值吗？我还是带回去细细品尝。窦鱼，你这还是没放开呀？是不相信我？属下知错了。我明白，你还想再看看，看看我到底是不是那个值得你唤醒自己的人。起来吧。是。医处那边都安排好了啊，都安排好了。医处的同僚可以说是摩拳擦掌，群情激愤啊！自从您在殿庭对峙之后，大家都觉得对您的敬仰简直是无以复加。尤其是我觉得我就像找到了指路的明灯一般。敬仰的不是我，是陈院长站在我这头。我这年纪，他们敬仰不了。别人或许如此，但是我跟他们是不同的。有何不同？你看，您这个借力打力，简直是妙极了。借督察院的手，行承贪之风，绝了啊！可以说您就是文韬武略，足智多谋啊。那你先把这糕吃了。我还是回去吃吧。监察院的规矩，凡入院者，当差之时不可食院外饮食，是这条吧？你是怕坏了这规矩？是。低头哈腰、恭顺圆滑，这些你可全占了，却偏偏要守这么一条没人在意的规矩。邓子越，你活得挺矛盾。我是蠢，我还是回去吃啊。你呀，老王，你看看人家。我要是跟他学呀，您早得烦死我。老邓、老王都是栋梁。哎，对。你先把气儿喘匀了再说话。太医来了。哎，长的是哪位太医啊？哎呀，管他是哪位呢？哥，说是二殿下担心范府病情，让太医给瞧病。这会儿姨娘正领着往爹屋里走呢，怎么办呀？我先去拦他一道。你拦他干什么呀？拦不行啊，爹红光满面，怎么看都不像是生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咱爹没病，你就不高兴了？哥，放心，爹可以的。啊？病这种事儿，心诚则灵。李太医，这没多大点事儿，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应该的。来，这边请，小心台阶啊。夫人这是找什么？没什么。范尚书在屋里吧？在吧。我去看看。啊，要不先喝口茶？不用，看病要紧。这也不出来拦一下，起码打个招呼。啊？没什么。我说这病啊，突然就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病来如山倒，夫人放宽心，我进去瞧瞧。哎，既然这太医也来了，看来时机也差不多。
让医处把消息散出去。是。脸色这么难看，会不会绝症啊？先不慌。哥，爹生病了？没有，身体比我都好。那怎么办？他一查出来怎么办？没病那就更严重喽。那肯定，那是7缺。若若，你想想，身体抱恙不能上朝，除了是生病，还能是什么？范尚书，范尚书，请把舌头伸出来看看。范尚书，好好休息。范尚书不是生病，完了而是中毒。啊！中毒？确实是中毒。中毒好啊！好糟糕。夫人该小心一些，仔细排查一下府里的可疑之人。对，有道理。走吧，我也看一下小范大人。还要看啊？来都来了，看吧。是你给爹下的毒？做戏要真，投入要深。那爹知道吗？废话，这种事儿还能瞒他？他没说啥。毒，您放心，在这方面我是绝对专业，这个十分安全，就是见效极快，瞧着吓人。闻着不错，毕竟是给您喝，口味我可是特地研制过，讲究一个入口柔，一线喉。那我先尝尝。哎，真有医者上门，再喝也不迟，不然浪费了。香是真香。那爹确实挺相信你的。那这毒你自个儿喝吗？我喝它干啥呀？太医也不来看你呀。我中毒没人信，大家都知道我是废界的徒弟。那大家会不会怀疑这毒是你下的？不可能，儿子给爹下毒，说出去谁信啊？那还是人吗？我是不是骂着我自个儿了？也不算啊。大人是诗仙啊，是仙就不是人，不是人就骂不到。你这不还是骂我呢吗？这都能圆上。范闲，太医来了，你醒了没啊？辛苦你了啊，太医。辛苦了，太医，连口茶都没喝。范闲，太医来了，你醒了吗？范闲啊，起来见见太医吧，过来给你看病的。范闲，范闲，夫人，不必客套。小范大人有病在身，恐行动不便，咱们还是进去吧。姨娘来了。范闲呀，这位是专程从太医院赶来给你瞧病的。多谢。哎呀，大人，大人呐！哎呀，您说您啊，本来您应该在床上静养休息的，您偏要起来。您说什么？要对姨娘恭敬，要对太医感激感激。哎呀，你说您怎么就不想想您自己呀？你先不用慌，人还活着呢。
应为大人想想办法。我会尽全力。这脉象又是中毒？不是中毒，你家大人有没有被什么撞过？撞过吗？怎么了？他气血紊乱，不像生病，更像重伤。大人，吃了吗？没吃呢。没吃，回家吃去吧。啊？不是，这是撞糊涂了吧？谁派你来的？二殿下，替我谢谢他，必定转告。姨娘，务必让太医吃了饭再回去啊。回头就交代后厨。小范大人身体虚弱，赶紧推到房间里休息，我这就开个药方。拜托您了，先生。必须的。咱们大庆呢，还是好人多呀。要不吃了再走？为保万无一失，咱们再来一遍。来，听说过抱月楼吗？知道，范家小公子开的，出人命那个。有人瞧着过，抱月楼的管事是个圆梦啊。那可是流金河的袁大家。听说那是靖王世子的枕边人。大家记住了，一定要迅速把这个消息给我传遍京都的每一个角落。兹事体大，有劳诸位了。为了大庆，为了大庆，快！时间很紧，不得有失啊！真是这么说的？是。太医回来后说了，范建中毒，范闲重伤。他还说他行医多年，绝不会看错。范建的毒啊，是范闲下的。范闲？不会吧？你瞧，说了你都不信，说出去能有用吗？毒我能理解，范闲的伤哪来的？大人，您真的没事吧？没事儿，都是表演。表演为何物啊？就是做戏，晒会儿太阳就好了。哎，今儿怎么没太阳了？哥，这太医开的方子。方子没问题，太医是有真本事的。你是怎么骗过他的？我们学武的，装个病再容易不过了。真厉害！不是假装的，我问过太医了，从伤情看是内伤，这可装不出来。跟人动手，谁干的？一点消息也没有。谁这时候会对范闲动手呢？会不会是他自己？殿下，这种内伤，一不小心功力都废了。他就算弄伤自己，也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哎，这就奇怪了，哪来的伤呢？这个再给爹送过去。这什么呀？还这是什么解药啊？我差点忘了。来，吃1粒就够了啊。知道了。大人，没事儿，让我自己缓缓就好了。大人，您自从回了京都，这真气就越来越不受控制了。您这样下去不行，得找个人问问吧。问谁去啊？我都不知道谁跟我练一样的真气。你就别再跟人动手了啊！这你放心，我又不是惹事儿的人。有什么你就说。
没什么要说的，您说的都对。邓子岳那边消息都散出去了，你还操这个心？这么点小事儿不成问题。叶小姐来了。叶灵儿，晚上来了吗？真病了？没有，装的。哦，那我会转达给马儿的。他是有什么话要你带给我吗？你又没病，就不转达了。那你帮我告诉他一声，我很想他。知道啦。大人，您这是真性情哈，您赶紧坐下吧。大人，那个圆梦和靖王世子的消息是，散播出去了，而且从结果上来看吧，百姓确实还是更相信您一些。那你还叹什么气呀？发什么愁啊？因为近来六部之间有一些传闻，说的可难听了，说是大人他以权谋私。哦，这话怎么讲啊？督察院彻查贪官，那说都是大人在背后指使啊。那证据就是，被查那些贪官都是二殿下的亲信嘛。所以范闲这所谓查贪惩奸，不过就是党争罢了。借大义是幌子，与李承则为敌才是底子。大人，您都听说了？听你这么一提，猜出来了。那这传闻有什么问题啊？这堂上的诸公不都是这样啊？但是我不行啊，我的背后是监察院，大义这幌子，我能用第一次，就能用第二次。我今天能用这手段对付李承则，明天啊，就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京都的每一位朝臣。来，喝点水。那到时候啊，就会人人自危，大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这还没法解释，除非能让他们觉得我没那么阴险，就是年轻莽撞。妙啊，此计甚妙。大人，该怎么干呀？大人，您干嘛去？见马儿。哎，大人，不合适，真的不合适。您别忘了，现在对外您是有病，你有谁说不是呢？你有药啊？不是你有病，你哪有上京溜达的呀？那是我未婚妻。那就更荒唐了。让京都百官觉得我荒唐些，有什么不对吗？妙啊！老邓回忆处，圆梦和靖王世子的消息继续散，他们要的是官场，我要的是民心。是。大人，您好歹得做着这个啊！咱现在是重病啊！圆梦跟世子的关系已经传遍大街小巷了。小范大人身为监察院提司，想传播个消息，轻而易举。世子一直跟殿下走得很近，已经有人在猜这抱月楼背后不简单了。无妨，坊间传闻嘛，这点我跟范闲倒是英雄所见略同。他有传播，我何尝不是啊？殿下已经传播谣言了，坊间未曾听闻啊。坊间咱们斗不过，百姓嘛，天生恨贪官，这点范闲占了先手。我的消息啊，只送官场。殿下，这京都官场好人可不算多，未必有人会在乎人命关天。可他们在乎他们自己呀，不能老在家待着，走个亲戚。走个亲戚？赶在这个时节？我这个人吧，有个重要的品质，叫落井下石。
你在这干嘛呢？磨刀啊！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装病的吗？老二在吗？屋里呢。哎，对了，顺便问你一句啊，这怎么院门口开着，一个守门的也没有啊？都在屋里，防刺客。有人要对婉儿不利？不是刺婉儿，那还能刺谁啊？二表哥，这顿饭是一定要吃吗？什么二表哥，叫二哥，自家兄妹叫生分了。都这时间了，我串个亲戚蹭个饭，你好意思赶我走啊？命重要还是饭重要？我都要。李承泽来了，你说有人要杀他，谁要杀他？我。我知道他，我有一个坏头。你要杀李承泽，不然我磨什么刀？他可是当朝皇子，你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想过，不管怎么样，我都死定了。那你还要杀他？陛下赐婚，不愿意。我也不愿意啊。说句实话，全京都这么多大家闺秀，就这位叶女侠的气质跟我最不搭。他不愿意，你也不愿意，那就好办多了，把婚事退了不就行了？我们愿不愿意重要吗？陛下赐婚，金口玉言。婉儿，我问你，假设你跟范闲第一次相见就互看生厌，你们的结果会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们的结果还会是一样，你们天生一对，因为这是陛下的旨意。其实我们的婚事跟我们无关，婉儿，你只是运气好。干什么啊？他脖子可没这柱子硬，这刀够快了，杀人足够。你根本就不敢杀他。你所谓横刀，只不过是摆个姿态，告诉所有人你心里不满，然后指望借着气势把他吓走。你只不过在逃避罢了。对，我确实不敢杀他，我甚至连京都都不敢逃出去，因为我走了，就是抗旨，叶家担不起。所以我只能逃避。你不敢杀他，我可以帮你啊。这什么？剧毒，服下半日后七窍流血而亡。半日之后啊，没有人想到咱俩动的手。你疯了？你不是讨厌这婚约吗？那也不能杀人呐！你们有多大仇，非要毒死他才能解恨？你说的对。我想错了，不能毒死。走吧，我进去看看。你呢？算了，我也进去吧。逃避又能逃哪儿去？总要面对。是要面对，现实着实残酷，却又无处可逃。二表哥话里有话，不如直抒胸臆。本来想要瞒你，但想想范家和鲍玉楼这么大的事儿，你应该听说了吧？当然。我来是想替范闲解释一下，鲍玉楼这产业是范思哲的，与他无关，你不要太怪他。原来是这样。他偷偷放范思哲走也情有可原，毕竟血脉相连嘛。只是这产业终究残忍了些，这2天还有个歌妓被活活打死，对人命还是应该有些敬畏的。你呢，没事劝劝他们，这产业啊，能不做就别做了。
哎，对了，话说回来，范闲回京都这么久了，有没有来看过你啊？不好意思啊，手滑了。这还快啊？太慢了吧？这还失控了？你看什么看？就是说你呢，啊！你给我听好了啊！你不许学他，知道吗？咱得学好，学好啊，有草吃啊！嘿嘿嘿。哎，殿下，你不是范闲身边那个吗？对对对，是我。殿下真是博闻强记呀，还记得我。哎。在城外，我的战马就是被你打死的。啊，不是我，那是高达，这站我旁边那个。你们两个一起的。殿下您别误会啊，我比较温和，这高达比较暴躁啊。你叫什么来着？在下邓子越。邓子越，之前是这名啊？正是啊。邓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嗯。人呢？进去了吗？谁呀？刚才那个北齐大公主啊，她路过，走了，去哪儿了？那边。你怎么没拦她呀？我哪敢拦公主啊？她是来见婉儿的。她刚才没来得及说。我去把她找。哎。邓子越，记住，邓某惶恐啊，子越惶恐啊，邓子越惶恐啊！哎，怎么受了这么多？在北齐受苦了？没有，我怎么可能让自己受苦呢？我在北齐可威风了。再说了，受点精神。那可别弄垮了身子。对不起啊，这段时间让你担心了。本来呢是应该一回京都就来见你，但是陛下把我叫走了，之后一直琐事不断，麻烦缠身，拖到现在才来，是我错了。可你不该今日来，你不是病着呢吗？没事，装的。装的？那你爹呢？也一样，也是装的。家风使然。你可别逞强，保证不会。陈家装病，这算不算是欺君啊？我还得替你瞒着。殿下少说两句，不然我一会儿还手滑。气性真大。你问婉儿，我来这一趟可都是在替你说话。你要是觉着心烦，咱送客。
这么无情啊？不用，有些事情不如当面说清楚。抱月楼外惨死那姑娘，她姓金，你知道吗？我该知道吗？怎么听起来你们很熟啊？他爹也是死在抱月楼外，这么巧啊？怎么死的呀？怎么死的？逼良为娼，家破人亡。那你得赶紧劝劝范思哲，让他投案。2条人命，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可惜，没了。我还说什么呀？京都这么多人，每天都有人死，撞到谁头上我能预测呀？除了可惜，你让我说什么？嗯？说实话，你能是这心态，我确实佩服。生死无常，看淡些。这话说得好，我记住。敬所有无辜死去的百姓。他饿了怎么办？就这么会儿，没事儿。哦。这有草，饿不着。哎，我们不事先通报，直接来见林郡主，会不会有些不合礼数？不要紧，婉儿跟我自家妹妹一样。怎么了？头发乱了。好了吗？好了。对不住，对不住，我在兵营里面帮着整理盔甲，整理惯了，是我失礼，对不起啊，我向你道歉。我接受你的道歉，下次别这样了。干什么？要不我歃血为誓。这是我们北齐的习惯。我这个人是不是太粗鲁了？边军这么些年，有些习惯啊，一下子改不了。不使率真，倒也是好事。啊？啊？咋了？这边。哦。小时候呀，就没事来这混饭，
味道没怎么变。是吗？那大表哥多吃点儿。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气氛不对呀。我还瞧见没什么怪的，倒是你们二位，这是我欠他一匹马。什么马？我们刚去了集市，将马买了。大齐皇室向来坦荡，绝不欠账。买马？嗯，我刚试骑了，庆国战马，倒也风驰电掣。京都集市上买的战马？逛累了，公主想要认识你，我就把人领来了。公主请。刚刚聊什么了？感觉杀气腾腾啊！大哥说笑了，就是闲聊。我在边军待这么久，杀气不太会看错。你知道我的，我从来都是能退退，能让让。真的吗？我敬你。敬我？赔罪的，我不该拿刀指你。没事，总比照脸扔过来强。你有心上人吗？什么？就是那种以身相许、青梅竹马。没有。我也没有。好事，未来成婚，你我多少些痛苦。怎么了？我刚刚一直在看你。在看我？想看仔细点儿，之前没有端详过。喝醉了？我是喝酒了，但我很清醒。殿下，我看了你好一会儿，你很有特色，但我还是没法喜欢你。所以呢？你对我呢？差不多。那咱们应该共同努力，把这婚约给退了。怎么退？你刚刚不是说能退就退吗？不是一码事儿，这是陛下赐婚。那咱俩之间毫无感情啊！重要吗？这不重要吗？婚约定的是下半生，信命吗？你不会告诉我咱俩之间的婚约是命中注定的？人生在世，命运所人。对于你我二人来说，陛下的旨意就是天命，既然无法反抗，只能接受。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你问问在座的各位，都是赐婚，你问问他们，想过逃吗？早就想过啊。从边境回京那会儿，途中几家驿站，我都留好了马匹。留马？为什么？我想着，咱们也该见见公主吧。如果见了还行，那没什么好说。若不行呢？京都出城驿站换马一路不停，没几天就能到边境。你准备什么时候逃离京都？怎么谋划的？我能一块参谋参谋吗？你帮我参谋逃婚？我从小到大就想逃出皇城，只不过都是做梦罢了。没想到遇上一个真的，这方面我有很多构想，也许我可以帮你。暂时不用。为什么？现在看来不需要他。那你若是想逃，告诉我一声。好，保证第一个跟你说。你若不愿私婚的话，也可以考虑看看逃去边境，那里山高水远，无拘无束。我逃不了，叶家满门都在京都。全家走也不是不行啊。不太可能。叶家世受皇恩，皆有军职，怎么可能逃到边境？那听着都像造反。不去边境也可以去儋州。我刚来京都那会儿，天天想逃回儋州。你也想逃？若不是我遇到的是婉儿，我早就逃了。为了婚事，你敢抗旨？后半生比圣旨重要。也对，别人不敢说，但小范大人是哪哪都敢去。别说当年，就是现在，要是真心想走，北齐也不在话下。毕竟，
交友广泛。小范大人在北齐的传闻，其实都不是真的，尤其是多情二字。殿下，咱们这儿没人提这二字啊。可是传闻很多啊，你和朵朵谁不知道？全天下都认为你小范大人和我北齐圣女海棠朵朵心有灵犀，情根深重，相见恨晚。修辞可以不用这么多。这些传闻，郡主都听过吧？早就听过了。所以这次前来拜访，就是为了辟谣小范大人与朵朵绝无私情。传闻是假的？不能说假，那些事情倒是都有。都有是吧？是，什么殿上诉衷情、寿宴双飞舞啊，都是真的。真的是吧？但是这些都是逢场作戏。小范大人与朵朵只是性情相投，有些默契而已，其他情愫绝对没有。有些默契，是吧？殿下啊，你说你马呢？不是，我是说你的战马呢？在门口啊。我能去看看吗？那你去呗。那你能带我去吗？哦，好吧，那我陪他去看一下。殿下，您就跟我交句实话，您到底是干嘛来的？母后与我交代过，小范大人未来掌管内库，与我北齐有生意往来，所以于公于私，我都要保护你。保护我？对呀，我特地来见郡主，就是为了帮你澄清误会。澄清？那我真得多谢您啊！应该的。不劳殿下费心，婉儿这边啊，我自己能应对。你自己可以吗？本来可以的。那就好。那就说回正事吧。还有正事啊？你与李承泽争斗，我听说我们可以帮你。你们？你要斗倒皇子，起因就是他暗中与沈仲走私。证据不足，只能转为惩贪。证据可以有，我可以飞鸽传书回北齐，他们暗中勾结的证据，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保证让他百口莫辩。已经飞鸽了？还未，看你选择时机。殿下，您这个时候让北齐那边送来证据，百口莫辩的不是李承泽，是我。为何这么说啊？顺序错了。若是北齐先送来证据，我再参他，这叫做顺理成章。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和他撕破了脸，北齐再这么配合，直接把证据送过来，别人怎么看啊？通敌的是他还是我呀？这个顾虑倒是真的，可是若不牵扯通敌，怎样才能斗倒一个皇子啊？不劳殿下费心，方法我自己想。有什么需要北齐支援，尽管开口。多谢多谢多谢。来都来了，你的马呢？牵过来看看。牵什么马呀？你这不喂着呢吗？就他啊？这也不是马呀？怎么不是？集市上买的就这一匹，我刚刚还骑了风驰电掣的。我觉着啊，范闲留在北齐，可能真是为求保命，才会故布迷阵。婉儿，你放心，如果他真跟那个什么圣女有关系，我替你揍他。
多谢大表哥。我刚才就想问，在京都集市上能买到战马吗？怎么可能啊？集市买战马，马贩子不要脑袋了。那你们买了个什么？骡子。骡子？他也不能风驰电掣呀，这都拉货的。那他怎么说是战马？他一直说什么大齐皇室有债必还，一定要赔我马。我想着也不能扫了人的兴致。他怎么会跟你去买马？赔马呀，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我意思是他护卫呢？有我在，要什么护卫？你护卫呢？我杀上章回来的，京都闲逛要护卫。你一个人去约他，他就单独跟你出来了？因为要赔马呀，有什么问题？没有，特别好，真的。看来啊，是他被马贩子给骗了。谁被谁给骗了？他，毕竟是皇子，想必跟我一样，生来便被重重保护。就算去了边军，估计也不会让他真的涉险，所以跟我一样，骡马分不清。这也能找到解释？皇室子弟总有无奈，你别告诉他，不然他多尴尬。如果范闲没说穿，你们啊也别拆穿真相，没必要让他难堪。唉，怎么了？真是羡慕。抱歉，没法比。大哥在边军多年，行诗飒爽，我学不来。不过是粗鲁罢了。期待大哥未来日子再回边军，杀敌立功。承你吉言。不过呀，这未来要是大庆与北齐战事再起，不光要依靠大哥武力，也要仰仗我们小范大人了。不说圣女，就连大公主对小范大人都是另眼所看，可见啊，此次出行收获匪浅。二表哥今日能来看我，我很高兴。我也知道，二表哥今日并非真是为了看我。你想多了。我知道，近日朝堂起风波，我也知道，范闲与二表哥互有争锋。婉儿，这些事啊，与你无关。二表哥，我毕竟从小也是在宫里长大的，你的行事手段我都看着，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绝对不会无的放矢。今日你来，话是说了很多，其实也就4个字：釜底抽薪。哦，怎么说？陛下旨意，与我成婚者，接手内库财权。今日二表哥话里话外，抱月楼也好，北齐传闻也罢，无非就是让我心生芥蒂，毁去婚约。范闲没了财权，自然无法再与二表哥争斗。二表哥，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在你心中啊，我就只有心机手段，没有一丝真情实意。当然有，只是藏太深，没人看得见。这是京都啊，人心这东西，谁不想好好藏？我不想藏。二表哥，今天我就告诉你，林婉儿和范闲的婚约绝不会变。哎，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呀？只能说啊，我今天就不该来。二表哥随时都可以来，只是不用带太多的心思。这位叶女侠，今天还杀我吗？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呢？怎么，小范大人要亲自动手啊？麻烦举个杯。你在酒里下毒？京都那么多人，每天都有人死，除了可惜，我还应该说什么呢？你还想让我说什么？我不信，你敢当着这么多人杀我啊？嗯？什么毒啊？什么毒啊？解药在哪儿呢？生死无常，咱们呀，看开点儿。这话是我今天刚学的，还真不错。殿下，跟你开个玩笑，怎么当真了？来，拿着。这又是什么呀？我说这是解药，你敢信吗？老二，咱不打扰他。精彩，这顿饭没白来，那我也先不打扰了。我送你。大哥，跟范闲好好说说，实在不行，服个软也行。这才是毒药。什么？你说什么？这是毒药？你怎么知道的？范闲亲口说的。所以说刚才酒里没有毒，这个是毒，是吗？啊？你说呀！我也不知道啊。生死一线，好久都没这么刺激了。